闷雷滚滚，似是有一座巨大的车架在云层之中疾驰。远古上古的仙王还魂正巡视天地。富贵儿，江灵儿低声喃喃着。万灵云长老有些狐疑地看了眼江灵儿，李长寿在旁边传声解释几句，万长老面露恍然。旋即万灵云长老就散出仙识，将大部分的注意力都放在了相反方向，尽心为忘情上人护法。不多时九字九仙齐齐登场，他们也赶到了李长寿和江灵儿之所在，顶着天威注视着自家的师尊。不要吵扰师父，九一一叮嘱道，莫要影响到师父心境，咱们就在此地看着便是。八位师弟师妹尽皆称善，倒是九乌九九同时扭头看向了躲在万灵云长老身后正拿着玉符坐在云上的李长寿。长寿，你跑来做什么？九乌忙道，稍后天劫落下，莫要冲伤了你。无妨。万灵云长老淡淡开口。九乌下意识地缩了一下本来就不长的脖子，也不敢再开口说话了。九九背着手在云上绕了半圈，自李长寿的肩头探出了半颗脑袋，一缕秀发垂在了李长寿的脖颈前。让本师叔看看你在写什么。一些关于金仙节的记录。李长寿笑道，门内缺了这方面的记载，若是能够整理下来，或许能为后来者做一个参照。九九眨眨眼，顺势就坐在了李长寿的身旁。难得你还有这份心。李长寿笑而不语，继续在玉符内写写画画。哪怕一旁九九，青山笼白雪，傲寒映霜衣，此时也没有什么心情去欣赏，仔细体会着金仙节来临时天地的意象。大节也有大道，此中蕴含真意。此时李长寿也感觉不到什么疲累了，整个人神清气爽，不敢放过半分细节。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盼了好久，终于盼到富贵成金仙。与此同时，东胜神州西北某片不起眼的山峦中，一只刚凝成妖丹的黑豹站在一处山崖上，眺望着东南方向那阴沉沉的天空。竟然是金仙节，还是金仙节中排名第17位的八荒八难仙煞节。这黑豹眨了眨眼，本大爷怎么会知道这些？不过这般金仙节威力也不小了，渡劫之人应该很难渡过。本大爷到底为什么会知道这些？这只黑豹精又是一阵费解。渡劫之地，劫云凝聚片刻之后，劫云之中出现了一道巨大的漩涡，铺满了千里的劫云又迅速收缩，面积减少了1/3。又片刻之后，劫云正下方的漩涡中出现了密密麻麻的雷斑，浓郁的天劫之力显现，天地间一片死寂，风停雨寂，数千里之内的灵气汇聚于此，却如若一潭死水。毫无征兆，一道湛蓝色的雷柱悍然落下，将忘情上人的身影直接吞没。李长寿提笔疾书，周遭众人一个个瞪大双眼，想要看清楚那雷柱之中的身形如何。少顷，雷柱消散，忘情上人还是站在空中，长发有些焦黑，身上的长衫也多了几处破洞，但是自身并无伤势，仙力也未损耗太多。忘情上人脚下那一座荒山已经被削平了山尖，山头有一股股岩浆流淌而下，宛若大地在流血一般。李长寿停笔静静等了一阵，很快就用心念提笔，在玉符内写下一条：第一道雷劫后，给了渡劫者较长时间恢复自身，笔触刚停，雷柱再现，这次变成了深蓝，且雷柱的体积
减少了1/3，但是威力提升了却远不止30%。忘情上人如若磐石一般，将雷柱从中间劈散，但是自身也被雷柱缓缓压下。一旁的九九屏住呼吸，下意识地抬手拉住了李长寿的衣袖。前5道应该没有事的。李长寿传声道了句，九九缓缓点头，目中满是关切。对于他们这般炼气师而言，自小离家，跟随着师傅修行，师徒感情最是深厚。李长寿敏锐地发现，第2道雷劫之后，间隔稍微长了一些，第3道雷劫方才落下，而第3道雷劫之后，间隔又稍微长了一些，第4道雷劫才凝聚砸落。李长寿将这些细节尽数记下，稍微算了一下间隔时间，似乎是按照每次增加2成在递增着。但是第5道天劫一过，正在空中静静站立准备渡第6道天劫的忘情上人突然浑身轻颤，皱眉，喷出了一口鲜血。是九鹿儿失声喊出半句，却被一旁九旗立刻拉住。李长寿皱眉感应，很快就察觉到了忘情上人身周盘旋的一缕缕灰色烟雾，低声道：是心结。九九忙问：心结是什么？万里云长老在旁边淡然道：对道心的历练，若道心不圆满，极难撑过。还好忘情上人与江灵儿结成道侣之后，道心已经没有了太多缺憾。此刻忘情上人虽然是被心结所伤，但是迅速地恢复了过来。他昂首注视着空中的劫云，一声长啸，浑身气息再次鼓胀。第6道天劫应声而落，将忘情上人的长啸声截断，更是将忘情上人直接压向下方那只剩下半截的荒山。荒山之上，莫名出现了一簇簇七彩斑斓的火焰，而伴随着这一道雷光，无数肉眼可见的罡风凝聚成刀刃，对着忘情上人击射而去。雷风心火，金仙劫终于是火力全开。那荒山顷刻炸碎，忘情上人被摁在荒山的残骸上，被天劫之力左右包抄，疯狂摩擦。所以说，面对天劫，还是先感谢一下天道老爷，拒绝一切长啸、大啸、口吐芬芳等行为呗。第6道天劫持续了半炷香的时间。对，你没有听错，雷柱输出，罡风斩杀，天火熔断，整整持续了半炷香的时间呢。而第6道天劫结束之后，那心魔还在肆虐，持续攻击着渡劫者的道心。话说忘情上人的金仙劫有几道啊？李长寿略微推算了一下，应该是8道。若是有9道的话，忘情上人今天怕是真的撑不过去了。就从第6道天劫结束之后，忘情上人爬起来的速度、浑身上下的伤势以及自身气息的波动程度来看，第8道也很悬。李长寿看了眼自己在指道人身上的一枚9转金丹，他如今已经得了老君传丹道。9转金丹虽然此时无法炼制，但是今后不一定搞不出来。稍后若是忘情上人撑不过去，他会将这金丹拿出来。亏是亏了一点，稍后跟大法师诉诉苦，说自己为了人教能够多一名金仙境小高手，不惜拿出了保命的9转金丹，大概率能回个本嘿嘿，顺便还可以卖一个人情给忘情上人，发展成候补法这个不重要。第7道雷劫落下之后，李长寿已经是站起身来，略微有些犹豫了。此时的忘情上人已经成了焦炭人，能否度过最后一道雷劫，只是3七之数，3生7死。若是有一枚9转金丹相助，大概能够提高6成概率，这就是9转金丹的逆天之处。若无9转金丹，那完全就是搏命，
而自己渡劫只能用1颗9转金丹。这宝丹的药力会持续散发，短时间之内服用2颗也没有什么意义。另外1颗本是想给灵娥留着，但是灵娥现在成仙劫都还最少要20-30年，金仙劫难。李长寿扣住那瓷瓶，立刻就要出手。正此时，忘情上人那边却突然抬手拿出了2枚散发着霞光的丹药，一口吞下，自身的伤势迅速被压下，气息节节攀升。得，又省了。每一个能走到金仙劫面前的炼气士，又怎么会没有渡劫的底牌呢？第8道天劫是一颗雷球，其内包裹着此前7道天劫总和的天劫之力，化作罡风、天火、玄冰、雷霆，将忘情上人包裹其中，来回的折腾，将灵儿和忘情上人的9个弟子10颗心都提到了嗓子尖儿。但是李长寿已经是看到了这一次渡劫的结果，开始低头写写画画，做归纳总结。总体而言呢，这一次渡劫比较常规，在金仙劫中排名应该不会太靠前。若是能够渡过去，成就的金仙道果实力上限也相对较低。预估一下自己渡劫时的情形，大概率会在第4道天劫开始就会出现烽火形式的天劫，应该会是9道雷劫，或者是不止9道雷劫。9虽然为数之极，但是长生本就是超脱生灵生死约束，故有可能会出现第10、第11道雷劫。看来还需要再展3到4次道境，将第3、第4套渡劫方案尽早准备妥善。正专心总结渡劫之事的李长寿，此刻突然神念有一些些的骚动，分一缕心神在骚动的源头，某处不起眼的海神庙。神念降临在此地的神像上，李长寿看向了庙门处，那里一名身着锦衣的青年含笑而立，虽然眉清目秀，面容英俊，但是他的嘴边的笑容却总归是有那么一些邪魅狂狷。金蝉子？李长寿的心底莫名一乐，他刚意外发现了二师兄，现在这师傅就找上门来了。我一个海神，莫非跟西游劫难有缘？莫不是我也是西游中的某某神仙吧？金蝉子此时来寻，自然不可能是为了恭贺忘情上人顺利渡劫，他应该是来谈如何分龙的吧？李长寿的心底禁不住嘀咕了几句。同样是鸿蒙凶兽，做兽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像已经投靠了自己的文静道人，此前在西方教的处境就已经很尴尬了，处于被西方教随时抛弃的边缘。他根本不敢在洪荒中光明正大的走动，只能躲在阴暗之中嗡嗡嗡嗡嗡。而这个金蝉子呢，此时大摇大摆地出现在南赡部洲，完全没有禁忌，就差大喊一句：小海山，我是来谈判的。显然金蝉子已经完成了从暗转明，被西方教洗白了根脚，也算是凶兽赢家。李长寿的这一缕神念在神像之中静静地待着，看着庙门前站着的那一道身影，看着对方那副自信满满的微笑。大概这位唐僧的前世深觉得，身为四海乱局背后的持刀者，他们彼此应该有这份默契，是时候进行一场持刀者的交谈了。可惜李长寿今天注定要让金蝉子失望了。根据早就定下了对西方基本原则，哪怕这金蝉子在他的海神庙中蹦迪热舞喊官人，他也不会搭理半句，更不会展露半点踪迹。总之，杜绝跟西方教有任何形式的直接交流。李长寿的心底轻笑了一声，大半的心神回到了渡仙门外。
忘情上人渡劫之地，看着那开始消散的雷球，一截不成人样的焦炭从空中滑落，砸在了下方的岩浆湖中，静静地漂浮其上。但是此时在场之人只有欣喜没有担忧，因为那一截焦炭蕴含着一股斐然的生机。金仙劫已过，天空之中的劫云悄然消散，化作一股股浓郁的灵气朝着下方涌去。而在那一截不成人形的焦炭上，3朵玄妙之花缓缓在额头、胸口、腹部显化，又慢慢游动，汇聚于天顶，迅速绽放。一朵藏本命，一朵蕴道生，一朵模糊不清，预示着变与可能。那一截焦炭又缓缓地漂浮起来，凭空盘坐，现场蜕皮，露出了忘情上人的真容。一束青光自天外落下，包裹在了忘情上人身上。一朵庆云飘来，空中出现了种种异象，响起了悦耳的天道彩铃。师父过了，师父过了！此刻九湖终于敢开口大喊，9字9仙齐齐欢呼雀跃，激动不已。李长寿的这一句指道人更是被兴奋过头的九九抓着胳膊一阵摇晃，差点没把他从云上直接扔下去。当然了，期间还有些许碰撞，这些就不胜笔墨。江灵儿先手抹了抹眼睛，干咳了几声，拿出了做师娘的淡定，在旁边静静站着，尽显端庄从容。只是因为过于少女的身段，她总归是少了一些威严和威慑力。自今日起，渡仙门又多一名金仙，门人弟子的安全系数再次迈上一个台阶。